各位的圣诞节都打算怎么过呀？那作为焦老的我，当然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得祭奠一下巴尼啊，戴哥也不例外，挑这个时间把金宝凡、魔蟹还有乔巴姆装甲的 NTE 都再版了。这个 NTE 啊，虽然给了全装甲，但是11000日元只给了装甲。这时候我就不得不拿出当年同样是8000日元的神物了，出版的 NTE Alex 全装甲。可惜当年已成了过去式啊，如今这款玩具的全新已经飙到1100多了，实在想要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看我刚秒杀到的全装甲 NTE， 这不正值年底，各大平台竞争激烈，拼多多官方为了突出重围，大力推出了魔丸专场，可以秒杀各种正品高达，就像这个，我试了一下，结果9块9就抢到了这款全装甲 NTE。平时在实体店或者官网买已经要这个价了，现在9块9秒杀，有羊毛肯定要一起薅。我也向官方磨了好久啊，争取到了3000个粉丝优先名额，放在视频下方的链接了，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从我专属的链接里点进去，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还不快去拼手速？那么言归正传，这盒 NTE 除了有着 Alex 的所有装备和配件外，作为特殊限定的它最大的不同就是有着被特效塞得满满当当的第二层吸塑了，并且这些特效全是专用的特效。那这个部分我们留到后面来说，老规矩还是先从本体来聊起。机体编号 RX78 NTE Alex。NTG 代表 New Type， 也就是新人类。过去的联邦一直怀疑新人类的存在，直到阿姆罗的出现。然而和已经对新人类研究10多年的吉翁相比，联邦对新人类的认知仅停留在超乎常人的反应速度。尤其是看到高达已无法跟上阿姆罗的反应速度以后，联邦便决定为其开发专用的大幅提升操作性和灵活性的机体。本机以 RX78-3 高达3号机为开发蓝本，融合了当时尽可能多的新技术，于1年战争的末期开发出了第4台高达型的机体。本机全高和78-2一样为18米，全备重量72.5吨，和元祖一样搭载多个小型核反应炉，不过实际出力1420千瓦，仅比元祖提升30%，但是推力可要远超元祖。仔细看机体的身上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喷口。首先就是背包，除了基础的2门主推进器以外，上方和侧面还有4门姿态治愈用的喷口，肩部更是前后侧面都增加了一座治愈的喷口，而胸上方头2侧的方形黄色部分实际也是反推用的喷口。裆部也很夸张，敏感部位的下方、侧面都增设了喷口，而菊花的部位更是直接搞了一个2连装的推进器。腿部的膝盖下方这个方形的也是喷口，小腿后方更是增加了2具大型的推进喷口，甚至在小腿的侧面首次尝试在高达的结构下增加2具超大型的推进系统。这里可以看到剖面图啊，这个蓝色装甲内部实际上包含了大容量的燃料舱，这个设计据说参考了高机动扎古，最后再配合上脚底的喷口啊，全身总共19门姿态治愈喷口，以及10门主推进器，总计推力是74000千克，是元祖高达的3倍，再配合上全身磁吸附膜的关节处理，使得机体的反应速度也达到了元祖的3倍，仅0.8秒就能完成180度的转向。出力提升不及推力提升，这对散热来说是一个大的负担，而本机改进了元祖的散热系统，使吸气和排气同时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散热的效率，有效缓解了其压力。除了机动力的提升，本机还摒弃了核心战机的结构，改为了这种带逃生功能的一体式驾驶舱，并且使用了近乎是全周天的360度监视器，而且座椅的连接结构可以看出啊，线性座椅的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这样就能良好的应对机体大幅提升的机动力了。另外还有一点，本机搭载的 NICN 高性能计算机由3台计算机组成，头部扫描通信处理能力也得到了升级。这里有个冷知识啊，高达的主摄像机其实是头顶这个方形的部位，前后各一个，眼睛其实是辅助的传感器摄像。讲到这里，这次的玩具给了2个头部，高达也玩起了换面雕的操作了，连着脖子直接插拔替换即可。2个头乍看之下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同屏对比就能发现啊，替换头脸更长更前凸一点，眼睛小了一圈，火神炮也大了一圈，感觉很有牛高达头的味道。说明书上标注这个头为修正头，我个人也是更喜欢这个造型的。那顺着头部，咱们正好来聊聊武装。首先作为元祖的标准迭代，头部的60毫米火神炮机构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实际使用的弹头形制、装药种类都使用的是新开发的技术。另外火神炮侧面有喷漆的标注，玩具这里没有还原的那么精细，倒是把开发部门 G4 部队的标志给还原出来了。光束军刀为 Blush 公司的 XB-B09， 生成刀刃的部分也就是刀柄连接处是很细的，光刃生成由原本的隐藏式改为了外置，不过威力和元祖的持平，甚至可能更高。而新的基座设计也能给任意的剑柄充能，并且能同时2把一起充能。
另外，剧中虽然并未明确展示，但机体对应的其他基本武装都是已经开发完毕的。毕竟是高达系的机体啊，又名义上是骡子专用，这光束枪、盾牌、骡子快乐筒3件套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这把火箭筒，其实就是联邦制式的武器，和元祖用的火箭筒并没有什么区别，并非新的型号，只不过手持的部位能看到新增了一组瞄具系统啊，并且握把前方还有护手，但剧中并未登场，且甚至基本找不到相关的配图资料。玩具这里倒是给做了搭载用的连接件，和元祖的火箭筒一样，扣到筒身上，扣到后军甲上就 OK 了。然后是这面本机专用的盾牌，玩具这里能同时把固定位点和握持部位装上，先握持住，然后转一下就扣到手腕上了。盾牌的型号 UBC S0003，不仅盾面比一般制式更大，而且取消了窥视孔，而且采用了和乔巴姆装甲同样的复合材料打造，盾面上涂了抗光束涂层，不过实战并未使用过。最后是这个长得很像突击步枪，实际却是光束步枪的 XBR-L Type 3，由波瓦公司和 Norfolk 公司共同研发，光束收束力很高，功率也很强。不过这个类似实弹弹夹的设计啊，难不成是早期的 E-Pack？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重点啊。NT1 的标志性武装是这2门打爆金宝凡的90毫米3连装加特林，作为一款实验性武器，正好因为驱动马达的小型化，才得以作为隐藏武器封入小臂。90毫米的火力虽然能击穿装甲，但并不强劲，本来只是为了扩充中距离的打击面，没想到正好遇上了脆皮的金宝凡，出奇制胜。不过玩具这里显然没有空间还原隐藏的设计，只能是像这样通过替换件来还原了，好在造型做的还算不错。讲了这么半天啊，是不是发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武装没有登场呢？ Alex 标志性的乔巴姆装甲。在这个月的再版之前啊 ，NT1 带乔巴姆装甲的只有这一盒，现在终于也是有了新的选择了。那这里就赶紧给大家把装甲给装上。整个流程非常简单啊，装甲的安装也很丝滑，并没有哪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并且穿上后非常的紧实，完全不会松垮。整体的造型也还原的很到位，就是细节并不多啊，有一点肉。Alex 虽然和元祖一样都是月神钛合金的外甲，但联邦军的 FSWS 计划一直如影随形。Alex 这个昵称其实也是 Armor Layer 的 Examination 的缩写，其实也就是基层装甲的实验平台。从设计之初就把乔巴姆装甲外挂考虑了进来。该装甲是钛合金、纳米尼龙和超高张力钢的复合叠层，其防御力更是能完美的扛住金宝凡的链式地雷零距离爆炸。只不过全备状态下重量多了50吨，接近原本重量的1倍了，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机体的喷口给盖住了。为此，装甲特意在后巡甲的后方又增设了6门推进器，来保证面多加水的问题能通过水多加面来解决。另外，2个小腿外侧的主推进器部分，装甲也做了开闭的机构，不影响其工作。而玩具这里不仅还原了这个机构，甚至还给配置了专门的喷射特效键，并且在这个喷气的特效之上，还能再插上这种双头的喷口特效，这样就能还原克里斯驾驶 Alex 出击反推从基地里冲出来的场景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啊，这盒玩具给的特效键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多啊！光是喷口就给了一对普通的喷口、一对双头喷口和小腿甲的喷气特效，而 Alex 全身各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喷口的设定，也让这些特效键完全不用担心没地方插。虽然那些姿态治愈喷口是用不了的，但没有关系，各种主推进器已经够多了。另外 pose 展示的时候也能看到啊，武器有这边一对大小不同的机枪特效，2根标准的光束键直特效和1根弯的特效，同时枪的光束特效也给了1根，主打一个所有武器都能插上。这还不算完啊，真正的重点其实是这一大堆烟雾特效。当初买的时候就是冲这个来的，不仅各式形状不同，而且还有这种带橘红染色的类似爆炸烟雾感觉的特效。就这个特效量啊，就算当做魂 effect 来卖，也得卖个5000日元吧。更何况这次的烟雾特效还是专用的，可以看到乔巴姆装甲上的这些方形的孔洞，就是用来插这些小的烟雾特效的。
而装甲除了胸部和后裙甲，几乎都有孔洞的装位，而这些插装都是小球关，还能改变安插的方向。另外2个大的烟雾地台也能够在外围安插这种碎片飞溅的特效，这样一配合起来就能还原 Alex 被链雷炸到的场景了。我虽然一直是推崇 PS 特效的流派，但说实话，这样的场景特效件效果也真的是很不错。发挥脑洞，当然也能摆出这样的装甲剥落，在地上冒烟的场景，玩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可惜手边没有金宝凡啊，没有办法摆场景。那眼尖的兄弟可能还会发现，刚刚的 pose 里面这个天线是断了的，这可不是我干的，而是配件里面自带的，还原天线被链雷爆炸炸断的造型。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很吃惊，包括这个修正头啊，真的是太细了，我真的很难想象当年的万代怎么能那么的细呢？再看看现在的代哥，配件的量也是啊，到现在也没有讲完。最后这里还有5对手型，一对小的握枪手，一对开掌手，一对半握手，一对握刀手和一对大的握枪手，基本上常用的手型也都给了。那么到这里，终于是把这台 Alex 的所有机设和配件都讲完了。当年的代哥的量实在是太良心了，但当年的可动和关节设计也确实的比较一般，这也是我认为这盒玩具最不值得购买的点。尤其是这个脚踝的关节啊，可以说是通病了。内部的这个环形扣塑料质量差又很薄，自然状态下放着也会导致开裂。我的这个虽然当时买的是全新，但开箱就已经断掉了，所以脚踝整个很松啊，好在断了还是能正常活动的。注意一点的话，正常把玩也还好啊，只能这样受着了。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可动。首先头部虽然是双段的关节，但抬头低头的幅度都不大，低头稍好大概30度，但抬头就不到30度了。装上装甲后对头部的可动前后影响都不大。脖子这里基本没有给左右侧摆的留空位，所以这个头部也是基本没有办法侧摆的。装甲造型下就更严重了，好在360度的转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什么干涉，但是穿上装甲后的这个衣领就会有限制了，这里只能左右45度。手臂前身采用的是元祖同款的胸部内缩结构，但是这个20度的幅度实在是不够看，驾驶舱还翘老高，而且在穿上装甲后就完全丧失了这个可动了。大臂360度垂直大风车正常状态下无压力，但是穿上装甲后不知道是不是与后背包产生了干涉，只能这样前后抬60度，除非把肩胛拔出来一点。大臂平台是腋下的隐藏转轴加本身的平台关节，一起能到180度，但是穿上装甲后这个角度就被锁死在60度了，干涉很大。大臂根部给了标准的360度平转关节，但不仅如此啊，曲肘关节这里也分了2段，这里也能做360度转动，不过穿上装甲后这个下段就被锁死了，好在上段并不影响。小臂上段为了曲肘增加了一个这样的弹簧滑动盖板，这里也使得本机的曲肘能达到完美的180度小臂贴住大臂，造型非常的漂亮。而这个优秀的可动啊，在装甲的状态下也幸好没有被阉割掉。最后腕部这里为了开炮的 pose 做了一段75度的下翻，不过穿上装甲后用不了隐藏的加特林，所以这个可动自然也就没有了。弯腰可动通过背部拉伸和驾驶舱的内缩，巧妙地做到了30度的弯腰幅度，但装上装甲后必然有干涉，这个幅度就打折扣了。而挺胸的这个幅度原本就基本没有，15度不到吧，掰大了还会掉，装上装甲以后更是没有什么幅度了。左右的侧摆也是同理啊，有一点点，但非常的小，甚至可以理解为是松动导致的。那穿上装甲以后就更是没有了。最后腰部这样直接转的话，看似是有干涉，只能转动45度，但实际上再用点力的话，就能整个腰给转过去了。360度没有问题，不过穿上装甲后，干涉就真的只能45度了。前裙甲可以正常的90度抬起，侧裙甲活动范围很小，不过后裙甲也能抬起到90度。只不过装上装甲以后就只有前裙甲可动了。另外大腿根部给了经典的下拉前伸关节，借助下拉的关节，大腿前踢能超过90度没有问题。不过装甲的造型下最大只能到90度，会有一点点的干涉。后踢借助前伸的关节本身也能到70度，再把后裙甲掀起来的话，那90度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装甲的状态下后裙甲不可动，后踢也只有30度。侧踢非常的拉垮，用的是这种全包的球关，只有60度的幅度。虽然大腿没有装甲但这个幅度依然是不够看的。同样的原因啊，大腿的平转也被锁死在了前后30度。同样，乔巴姆装甲下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屈膝的设计反而有点惊喜啊，小腿后盖板做了弹簧的收缩，这让屈膝能够做到比较自然的150度折叠，这个可动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装甲会遮住盖板，使得装甲的状态下只有90度的屈膝了。脚踝内部虽然采用了这样的折叠拉伸，向下翻和向上抬都能到30度多一点，
但这个脚踝炸了，关节非常的松，而装上装甲以后，这里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了，实际也不太敢掰动。同样，脚踝的左右平转也有，但不敢掰。前脚掌也有个独立的20度的上抬，这个范围意义不大啊。脚踝的这个接地啊，本来就怕关节断，不敢掰，实际接地范围也非常的一般，最多也就是30度。穿上乔巴姆装甲后，这个范围被进一步的压缩了，向外的接地更是几乎就没有了，大概也就是10度，基本上属于不可用的范畴。总的来说，对于当年的这个素体啊，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可动关节结构，加上塑料的质量很拉垮，这个可动玩起来是有一点糟糕的。更恶心的是，万代明明知道这有问题，但就是不改，只是一味的再版。曾经的这满是特效件、全还原替换件的版本只卖8000日元，如今零件完全没有改，通病依旧，但配件几乎全阉割的版本也卖同样的价。那我也只能拿出这老玩具来怀念一下了。不多说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顺便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